即使你是这个论文的主笔，但这个论文不是你一个人，就是你导师的名字也是在上面的。尤其是对学术有追求、对自己的文章有要求的比较好的学者，只要我的名字在上面，我对这个文章一定是有要求的。要调和这个矛盾，就是导师不着急发论文，但学生着急发论文，要调和这个矛盾，我觉得作为学生能做的其实挺有限的。首先就是玉素老师您好，我能否跟您聊聊我现在的困境？您帮我支支招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导师沟通了。就比如找他讨论一个问题，我是用了最近文献里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去诊断我的结果，但是他不愿意了解这个方法，他还是基于他自己以前的方法再给我讲我应该做什么，并且他对整个过程的理解是有点不对的。按照他的方法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沟通能让他听听我的想法了。以往如果我不按照他的方法来，他反应都很大，会很生气，让我就按他的方法来做。可能会有这种情况，有的老师已经是在业界的大拿了，这种大佬他的思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固化，对一些新的方法不感兴趣，他不感兴趣他就不去了解着，所以对这个理解也有限，也不支持学生用新方法，没时间或者说没兴趣就听学生给他讲新方法，学生稍微辩解几句，导师就没耐心了，就会生气，就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。但是有一点也得注意，就是说是真的你导师对方法和过程的理解不对，还是你的方法和过程经不住推敲，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。其实有的学生因为经验不足，或者对一个方法的理解不够深入，他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、高效率的，但实际上这个方法就不严谨，经不住推敲，所以也得注意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错误或者理解有漏洞的地方。光凭你的私信，我也不懂你的专业，所以我也不清楚具体是谁错了，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，就有的导师可能会固步自封、刚愎自用，有的学生可能因为欠缺经验和理解，他可能就学生这方法经不住推销，导师就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但是可能导师的问题就是没给你好好解释这为什么不对，或者说他真的就是不懂，但他知道这不对，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，你得注意一下。我导师算是比较有学术理想的导师了，他年轻的时候发表了几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，现在年纪大了不怎么写文章了，但仍然在授课和审稿，对学生也挺好的，不会push学生，论文也很尽职尽责的给修改，但是他在改的时候会有很多他自己的坚持。我们一般一篇文章得磨1年以上才能投出去，内容也得完全听他的，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想法。我呢又是属于自己想法有点多，很喜欢深究的一个人，和他磨合的不好，我的文章也好少，失望表情。首先你导师是个功成名就的教授，咱得先假设他不蠢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基本假设，就是你导师不蠢。第二，你说他对学生挺好的，不push，但你不刚刚说他还对你发脾气？虽然你不一定有错，但是你俩可能工作方式区别太大，所以磨合起来可能有点困难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导师给学生尽职尽责改论文，这个好导师这确实都是应该做的，但也得注意一点，即使你是这个论文的主笔，但这个论文不是你一个人，就是你导师的名字也是在上面的。尤其是对学术有追求、对自己的文章有要求的比较好的学者，只要我的名字在上面，我对这个文章一定是有要求的，而且我一定得让这文章在一定的基准线之上，我才能够同意把它发表出去。如果这个文章没达到我的标准，要不我的名字不在上面，只要我名字在上面，我是不会同意他发表的。所以说你导师有他的坚持非常正常，这是一个好的学者的一个基本的要求。而且可能打磨的时间比较久，就对文章质量有坚持这件事儿，或者说对文章内容有要求这件事，这就是他的风格。一方面也有可能他不完全信任你，说这个也很正常，学生阶段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。有的导师觉得我需要盯这个学生盯得紧一点，他可能不是针对你，这就是他学术工作的风格。再一个说文章打磨1年以上才能投出去，这个确实有点慢了。很多功成名就的导师他不着急发文章，所以发表论文可能是他众多工作内容中排优先级相对比较低的，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。确实我也理解，我也当过学生，你毕业的时候论文少，这个确实是把你处在一个招聘市场的不利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是个矛盾。要调和这个矛盾，就是导师不着急发论文，但学生着急发论文，要调和这个矛盾，我觉得作为学生能做的其实挺有限的。首先就是你自己的工作得尽快的做完做好，因为往往你要工作没做好，你这个论文写出来肯定还是有问题，导师就不会同意你发表的，都不会同意你投出去的。再一个，你得会变着法的催他，就不能直接催，或者说
偶尔可以直接催，其他的时候就得变着法催他。除此之外，也当学生也没法做得更多了，就这2点能做。你说论文内容得完全听他的，这一点其实挺常见的。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，就是说，尤其是这种大拿老师，这个论文内容他有100%的把控，这点其实还挺常见的。一般导师是通信作者，他就跟项目经理似的，理论上讲这个文章是通信作者的。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这一点，这个文章学术论文是属于通讯作者，他像一个项目经理似的。学术行业的行规就是这样，有的导师更信赖自己的学生，他就可能让学生做很多决定，甚至把学生放到通讯作者的都有。但有的导师就觉得可能自己得控制得更严一点，或者说是得自己有完全的掌控，这个也非常常见。说各有利弊，你导师就是这后一种导师，那就得认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你就换导师。你自己有很多想法，这本身是个好事儿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把自己的好多这种科研的想法都记下来，等你自己以后出去当老师，你当 PI 的时候，你自己有资源把这个好的想法实现，你不就变成了一个很高产的学者吗？所以想法多是个好事儿。但是你也要知道，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科研项目，然后变成一个实验或者一系列实验，这是需要很多资源和时间的，你肯定也知道。所以说想法多是个好事儿，但是仅有想法是没有价值。你怎么把想法变成一个项目，然后变成一系列实验，然后变成一个好的科研的成果或者发现，这个过程是很关键。要为什么叫科研项目呢？骨子里它还是一个项目，它不是简简单单说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发现这个 E 等于 MC 方，我一下就厉害了，没那么简单。大多数的工科专业，你得把这个实在的东西做出来，你才有成果，你才有好的东西可以发表。最后说一点，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见的还挺多的，但是这个困境其实比较复杂。最简化的来说，也得分这几种情况。首先，导师是业界大拿，对文章质量要求比较高，也比较老派。这种导师手底下毕业的学生，一般论文数量不多，但是论文质量都很高，学生的素质也很高，就严师出高徒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不知道别的地方，北美这块是这样，一个导师在业内很有威望，他的博士生毕业之后，即使文章数量不是很多，但圈里人在招聘的时候，一般都会给这些学生一定的机会。就比如说别人可能4篇5篇，但这个大佬的学生只有2篇，但筛简历面试的时候，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给个面试。就因为大家知道，就在圈里，比如说工作了30、40年的老师，大家其实都认识，大家也知道这个人严，你能从他这么严的人手里毕业，还发了1、2篇高质量文章，说明你这个学生其实还是可以的，所以大家还是会给个机会的。单凭这一点，很多导师比较年轻的那些学生，包括我自己，可能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这一点优势，你可能得靠一些硬指标，比如说文章数量、质量，比如说自己的专业方向对口，换一个面试机会，因为你的导师不是大佬。这是第一种情况。如果真是这种情况，你其实就不用太担心，你只要能从他手里毕业，你尽可能的写好、发表高质量的文章，到时候在学术界找工作的时候，你其实并不是占劣势那一方。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，你就不用太担心。第二种情况就比较惨，学生的文章实在太少，毕业的时候可能也没发表1篇2篇，这种就比较难受。虽然你的导师是大佬，但是你可能连人家面试的心理这条线你都没过了，这种就非常难受，你就得注意一点。这种情况下，大概率可能这个学生得做个1、2年博后，甚至更久的博后，把博士阶段和博后阶段的科研成果尽可能的发表的多一点，再去竞争老师的岗位。第二种情况也挺多的。第三种情况，同样都是大佬的学生，同一个组，同一个方向，但有的学生文章质量数量都好，有的文章数量就少，那就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导师嫌这个学生的科研质量不高，方法可能经不住推敲，可能有问题，就挡着说你这个东西别发表，万一发表出去之后把我的牌子砸了，或者说万一发表出去之后发现有问题，你文章再 retract， 那岂不是很难受？就是有这种情况，他倒不是 personal 的，就是这个大佬以自己的专业来判断，就是这个学生他的工作质量是高的，成果我是认可的，然后他的文章就又多又好。然后另一个学生呢，就是说这个学生好像对这个领域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，就他的这个方法看似很 fancy， 但实际上经不住推敲，我得把得严一点，别让他瞎写、瞎弄、瞎发表。这是有这种情况，所以你看一下你自己到底是哪一种情况。
最后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你不打算当老师，你不打算走学术路线，你就是说想要一个博士学位，然后去企业里工作，那我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适用。企业里招聘，我觉得很少有单位会看你发表多少学术论文了吧。然后招聘的人大概率，包括你未来领导，大概率也分不清哪些论文是非常好的，哪些论文是一般的。所以就是学术圈的那些规矩和标准，在企业里大多数都是不适用的，所以你就更不用担心这个了。如果你要去企业里，你就是让你的导师满意，你够毕业的资格，毕了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就行了。企业里找工作要准备的东西是另一套，它跟学术圈找工作不一样，所以这里就不细说了。企业里更在乎的大概率是你能不能直接给这个企业创造价值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你的这个知识和技能能不能直接给企业赚来钱。这就是在企业里搞技术人，大概率企业对你的主要要求就是这个。最后说一点，就是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会直接跟导师去开诚布公的说，就是我想要我毕业的时候论文多一点。我可以很直白的跟我导师说几十年前你找工作的时候，有博士学位的人都很少，那个时候大家不卷论文，不卷数量，但现在我要想当老师，我在保证质量和毕业的前提之下，我的论文数量得到一定的线，比如大概可能4篇以上，我才能找一个相对好的教职，或者说我才能在这个竞争中相对胜出一点。你就开诚布公的跟导师去说就行了。那咱们这第一个假设，你导师不傻不愚蠢，所以他肯定会理解的。当然你得自己给导师做保证，就是说首先我愿意很努力的工作，我加速我的实验也好，我的写代码也好，我的写文章的速度和质量，就我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，这个点你先自己得保证。你不能说我就还这样，然后你得给我怎么样，这个没有这么跟导师说话的，是吧？你自己保证了之后，你就跟他提要求，就是说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就是我需要你在给我改论文的时候尽量迭代的快一点，咱能不能比如说3个月改好，而不是1年改好。就据我的理解，很多不用做实验的理工科专业，一个论文比如说初稿写完了，你又不用补实验，又不用补什么其他东西，给你1年的时间打磨这初稿，跟给你3个月甚至2个月打磨这初稿，最后结果相差不大。就换句话说，一个文章在不需要补充更多实验，不需要补充更多数据和方法前提之下，一个初稿写完到这个初稿改好交出去，其实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。所以你就去主动的向你的导师寻求帮助，就是说我真的很需要在我毕业的时候再多发几篇，然后你能不能帮我打磨论文的时候咱迭代的快一点。而且你也说了，你导师给学生改论文都很认真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坦诚的跟他说你想要什么，你需要他的帮助，尤其是这种功成名就的大佬，大概率他会帮你。虽然我不是跟你一个专业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论文这个东西嘛，它就是一个论述自己的发现和成果的一个东西，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表达的一个东西。论文本身不是创作，你的科研那个项目是本身是创作，但论文本身不是，论文本身就是表达。所以我觉得不需要那么长时间，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那么长时间，可以催导师，没关系，催。